Hello， 大家好，今天是4月9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下跌，难道反转了吗？只是短短1周的时间，居然就收复了美股高位下跌以来一半的跌幅以上。虽然月初阿哲看的是4月份会上涨，周线也出现了9转超跌，但这一波反弹确实超乎想象。不过美股距离反转还差那么一点点，甚至这里一不小心又是一个大级别的高点。谷歌的反弹也接近尾声，盘前广播我们在4月份以来一直说到它是反弹月要重点关注的，但美股短时间上涨过猛，可能要提前止盈了。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312期的视频。那么阿哲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那么第一部分还要看到指数的市场观察。我们首先讲到昨天出现的关口阴线，在纳斯达克指数上出现了一个高开，并且开盘就是最高价格的一根阴线。这种阴线呢叫做关口阴线，它呢是一种很特别的3价 K 线，它一天下来就只有3个价格，和平时的 K 线呢有很大的一个区别。这种 K 线一旦产生要特别关注。那么上一次我们讲到关头阴的时候，是在3周之前讲到标普的一个重要压力。那个时候给到我们很大的一个帮助，躲过了后续的一波大跌行情。那么现在阿哲要再次复习一下这个关口阴线究竟怎么看，而后我们会说一下价格反转当下指数的一个要求，还有日内目前的变盘点今天是什么。了解完指数之后，我们再看到第2和第3部分有关个股的解析。这个顺序呢，如果您是老同学，应该特别能够接受了，因为你已经能够很清楚的看到或发现到，如果指数环境确实是不好的，你的个股再怎么漂亮，它大概率也很难出现多头的利润。而为什么最近这一波反弹，我们4月份所标记的什么谷歌呀、AMD、Meta 等一众绿色块的个股，大多数还是出现了不错的买后上涨的情况，其实就是指数环境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要根据指数的环境来去制定一些策略。那么现在指数的一个环境是否有再次改变的可能？那么我们要看懂指数，而后再去看到个股。个股阿哲还是会讲到特斯拉、英伟达、比特币、科沃位、谷歌、甲骨文、MSTR、微软、博通、AMD、HOD、APP、SO、XL、Meta、OKO、PLTR、Coin、美光和亚马逊等以上的个股标的。如果您是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呢有一个温馨提醒，你会看到我们视频当中的标的会涉及的比较多，所以视频时长一般都会偏长一些。当然阿哲知道不是每一只标的您都感兴趣，所以把所有的内容呢制作成了时间轴，您点击对应的时间轴就可以跳转到相对应的内容。那么希望这一个设置能够节省您部分的观看时间。当然了，这以上的标的呢，并不是所有阿哲平时所跟踪关注的，因为视频时长不能再拉长了。有很多标的呢，阿哲也放在了盘前广播的解析当中，像最近所讲到闪迪谷歌等等的，也是盘前广播当中所去跟踪的但闪迪呢，阿哲是没有放在这个视频当中的，那是盘前史，一般呢是盘前广播才会去提到。我们视频当中主要讲的是美光。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指数的一个分析线。所有的关头阴线它指的是什么呢？刚才我们一句话其实讲得很清楚了，就是市场出现了一根阴线，当然最好呢是在上涨行情当中产生，下跌时也可以用但是一般呢我们是关注上涨时出现的一根阴线。这根阴线它的特点在于它的开盘价就是最高价，也就是说一开盘在分时当中就见到了最顶点，而后市场全天下跌，不管后续有没有反弹，这个高点一直没有被盘中越过去，也就是说那个价格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共价，而它的含义如果是上涨中出现，一般呢这个最高的价格共同的价格，它意味着出货和砸盘以及重大的压力的产生。如果你已经是把握到一段短期行情或者说上涨行情，那么已经有利润了，遇到它呢最好还是建议去卖出，或者说相对应的去做减仓的行为。而第二点是关头阴的高点将成为一个强压力区，这也是我们在3周前讲到标普关头阴的时候去提到的强压力区出现，它必须要突破才能够看涨，否则它依旧只是反弹。我们也可以再回顾一下当时所看的图表，目前图中呢这波下跌是标普的下跌，那图中哪个地方是关头阴线标普出现的关头阴还是不少的，这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当时所讲到的关头阴线了。而在下跌之后这一根都是关头阴线，它们的特点就是开盘就最高价。阿哲呢是做了一个标记的信号，这种 K 线一旦产生，我们上期视频是不是讲过这个地方画一个横线，那它只有突破
这种强压力，我才可以认为呢，这一波下跌走到这，有机会是一个底部形成，或者说它至少是一个可以看到的行情的反弹出现。否则在此之前它这个反弹其实可做可不做，很容易就面临压力了。好，那股价下跌，那标普当时这里是不是又有一个光头阴线？是不是又是反弹，又过不去？好，又一波下跌。好，这个光头阴线你看是不是不一样了？股价直接1-2天内就突破了，所以说明这波下跌当中有3个光头阴线，前2个都无法被短期反弹突破，说明这种反弹可做可不做，没有太多的意义。第3次出现的这个光头阴线快速突破，而且是强势阳线突破，还补了缺口，所以这波行情是不是就是一个光头阴突破强势止跌，能够看得到反弹利润的行情？然后你会看到标普之前出现的光头阴的位置，像这里是不是光头阴？股价一波上涨，而且有加速的话呢，更要小心了。就加速强势的光头阴呢，它会比在震荡、在缓涨当中所出现的光头阴更有效。而大跌所产生的光头阴线，我怎么知道它更容易是低点？就最好前面是大跌的，加速下跌。如果是下跌缓慢上涨所出现的光头阴线呢，效果一般。如果是加速达到一个支撑位或者说在压力位出现的光头阴线，效果一般很好。所以如果有加速出现，而后再出现光头阴线，一定要卖股票，一定要小心了。后面这里一般就是强压力区，一波单边加速连阳出现这个地方其实就要小心了，它很容易的是一个高点。所以你只要未来发现市场出现了加速上涨，而后有光头阴线，一定要小心市场如果加速下跌有光头阴线，看一下能突破，就说明这个多头有点不一般。所以光头阴线呢，我们可以这么去使用。那么当下我们换一个图表，目前你所看的呢是纳斯达克的图表，纳斯达克的光头阴线在最近就少很多它近期下跌以来其实就出现了昨天这个光头阴线。好，那么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上涨，而后还是连阳还有一个加速。好，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知道了这个缺口后续加速产生的光头阴线，它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光头阴线，因为我们刚才有讲到，就是越是加速产生的光头阴线越很重要。好，所以这个光头阴线一定要减仓，它一定是一个减仓点，它是一个绝大概率会产生高点的一个阴线的一个可能性。我们知道它这个高点就是一个压力，那么后续股价只要不是说快速的又收一根阳线把它突破，那我们在这里不能再看涨了。如果能够突破，我把我之前卖出的可以接回来一部分，但不要全接减仓了不要全买回来，就是你还是要防范。如果它这里能够突破，那么就以光头阴的区间作为防守位。那价格右侧来讲，就是它再次跌破时再去卖股票首先刚开始加速看到它，左侧就应该先担心了，直接开始卖股票或者说减仓。减完之后，如果你发现它能够快速短期突破光头阴的高点，这里有可能卖错了，我可以买回来一部分。但这个时候我要转右侧，把它低点作为防守。一旦把光头阴的低点给击穿，那么这个时候我就要小心它要形成一个大级别高点了。所以这里呢是我们要去注意的。之前呢，其实在一波牛市当中，阿哲也讲过很多次光头阴线，但当时更多的呢是强调它很有可能是砸盘点。但是你遇到它的时候呢，还是不影响你可以去减个仓。减仓之后，当股价重新站到这个光头阴线的区间之上我知道这个行情没有问题，我再去安心做多都是可以的。所以每次遇到光头阴线特别是一波上涨之后出现，你就减仓就行了。减完之后呢，价格后续突破它了，那我就把它转为一个支撑区，价格回来不破，那没有问题又出现光头阴线了，又被突破了，那我依旧呢看涨，我之前卖的我重新接回来都行。那重新设计一个支撑区，价格走势在这之上没问题。如果再跌破，那就要小心它是一个重要的高点。所以每次产生一个光头阴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我该减仓了。减完之后它跌破是很正常的，跌破没有关系但如果它跌破之后又突破，那这个区间就变成一个支撑区，价格在后续这里是不是又走出一波上涨？所以光头阴线我们就可以先这么去看，价格遇到光头阴，首先呢减仓，特别是加速遇到的减仓，减完之后它往下跌是正常的，我们减仓就是为了防范它见到高点。好，如果它不往下跌，而是快速短期能够突破呢，那这个区间就变成支撑区它不应该跌破。那在这里出现的买点，我就继续看涨，继续买进，然后以跌破作为本次买入的止损价格。这是一个光头阴产生后的交易策略。当然有一点大家要注意了，个股也可以去用的。当然这里呢有2点还要再强调一下，就是光头阴线卖出之后，如果往下跌的越深是越不好的，尽可能不要跌得太深，然后往上看涨会更好。如果它跌得太深了，一般往上这个地方是一个压力区来着甚至呢它可能突破也走不远。所以一般来讲，低点破位它越深越不好。
而光头阴线的高点被突破呢，最好是大阳线，一旦突破，这个区间将转为一个支撑区。而后有一个注意事项，个股也能够使用，但个股使用时要特别注意，光头阴线应该是特别稀有的一个架柱，它不能够随时出现。如果你打开一只股票，你发现到处都是光头阴线，特别是我们的财神朋友，如果您手中有我们的一个软件的话，您打开光头阴就有这个指标。你打开一只股票，如果全都是一个光头阴线，那肯定不行这个呢就不能用了。是吧？所以一只股票标的，如果它频繁出现光头阴线就没有必要去关注。而像我们的指数纳指标普都是相对低频出现的，所以这个光头阴线呢，应该特别关注。每次加速时出现都要特别的去小心，特别的去注意。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的第一部分目前市场加速所遇到的光头阴线，它代表什么？怎么去使用又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交易机会和风险提醒？它的后续的策略。好，这个阴线就可以告诉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而后呢？价格趋势如何能够看待反转？我们是第二部分的内容。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什么叫做趋势在此处，为什么还不能够定义为反转？那么当下我们所看的是上海趋势图，也是呢阿哲日常在做分析时会用到的一个指标模板。好，我们目前来看到几个要素第一个就是目前市场产生这个黄色 K 线，在上期视频我们讲过。如果上海趋势图出现了蓝色 K 线，它代表短线超跌了，所以之前这个地方的蓝色 K 线呢，说明市场又超跌了。超跌容易迎接的是反弹，亦或者是上涨。好，所以这一波上涨呢，我们一开始定义的就是一个反弹因为市场超跌了。好，为什么是反弹呢？因为它还是一个空方的趋势，空方趋势就是黄色飘带。好，所以它目前依旧是反弹，因为它还是黄色飘带。好，那么当前这个黄色 K 线代表是一个超买了，和蓝 K 呢是反过来的，超买。意味市场它来到了一个非常过热，就是市场特别热情特别的狂欢，这种市场过于贪婪，容易产生这种黄色 K 线。我们在上期视频讲过，你的应对方案有两种，第一种是左侧的，左侧就是你看到黄 K 就开始不要买股票，开始要卖股票，开始要高抛了。这种呢有好处有坏处，好处在于你有机会卖在一个高点，就比如说之前这个地方，在价格过热了，我一卖就是高点。在价格蓝 K 反弹，黄 K 滞涨，一卖就是高点，这是它的一个好处，就是左侧一看，基本上大概率会卖到一个高点。但它也有一个坏处，就是比如说我蓝 K 买了，黄 K 卖，这个一个跳空我就错过了。它这个所谓的坏处其实是跟投资者心态有关，就如果你把这个当作是你踏空了，那么它自然会让你不开心，它就是一个坏处。但如果你一开始做反弹，我蓝 K 买，黄 K 卖我就只看这一波利润，那它其实不是什么坏处，就是我只拿我所要的反弹利润，后续再怎么涨，再怎么因为消息面的原因影响，那都是不确定的，那我就不要。这个其实好坏就看个人。好，那么第二点就是，如果您还是想要更好的把握行情，那就是右侧。右侧呢，就是你可以晚点卖，你可以回吐一些利润再卖。但是我想要尽可能不踏空行情，那右侧呢，就是我等黄 K 的低点开始有一根阴线反包了，我再去卖股票。所以左侧呢，你早就应该减仓，甚至现在卖掉了，就你应该观望了。好，右侧的话，就目前还有没有一根黄色 K 线被收阴跌破就不用卖先我们就继续持股待涨，或者说你减一点点像前面这种是吧？黄 K 出现先不卖，等阴线跌破我再卖黄 K 出现我不卖，阴线跌破我再卖。但右侧有时候有个问题就可能你卖的会晚一点，而后如果恐慌一些的话，你可能还会卖到一些反弹低点，是吧？你一卖，有时候可能就是低点右侧有右侧的问题，所以左侧有左侧的好处和坏，右侧有右侧的好处和坏处，没有十全十美的。所以这个地方右侧来讲，这波行情就赚到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另外一个信号，就是一个压力位，叫中长线的压力，叫龙门线。龙门线呢是上海趋势图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中长线的生命线，它也可以算是美股的牛熊转换。当龙门线是向下明显运行时，这种我们定义为熊市，这种是一个相对中长线的熊市，年以上的级别。那么如果龙门线呢是向上运行时，这个白色线向上明显排列的，它就说明它是一个牛市行情。那么在这种行情走势之下呢，它会有一些转换的一个节点，就是牛熊的转换。那这种牛熊转换一般就跟这个白色线被跌破和突破有关。好，我们比如说当时这里一波熊市的起点开端是结束于牛市的高点。好，那么当时它有一个行为就是跌破这个龙门线，就跌破有效反抽而后再破。这种对于龙门线有效跌破，它往往会有一个绝处逢生的一个行为，就是它会继续的往这个龙门线呢去回探。一旦这一次中期的回探不能够去站上龙门线，就说明它还有一个更长的更大级别的一个下跌。你会看到
只要它无法去回到龙门线之上，越靠近龙门线，它越是一个风险。这个呢跟中期的趋势无关，只要下跌，那越靠近龙门线，那么越是风险，特别是它已经明显走为熊市了。它只有真正有效的突破龙门线，站稳龙门线，那么这个时候才容易迎接牛熊的转换。那么现在的美股行情属于什么节点呢？就是它跌破了龙门线，而后再做反抽的那个过程。其实它也不是说第一次跌破，那像之前这波中期下跌，23年10月份的这波下跌，这当时也跌破龙门线，但是它其实一波反抽就涨上来了，而后形成了一个牛市非常绝佳的黄金中期的低点。那我们像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啊，股价呢跌下来了，当它一跌一破就抽回来了，是吧？股价涨回来，它就没有跌破，所以只要是无效跌破，一般龙门线附近容易产生中期绝佳的买点。但假如它像我们上一年一波下跌破位，然后反抽，如果无法站回龙门线，无法站稳的话，那么市场将会说明还有更深幅的下跌。唯有对于龙门线强势的回归，而后回踩不破，这个时候才能说明趋势由熊市再转为牛市。那么前期这里呢，就是一个黄金坑。那么当下我们再回到目前的龙门线，是不是也是一个跌破了？所以这是对于龙门线的首次跌破，首次跌破后会有一次反抽行为。那么现在就是这一波反抽，反抽有没有站上龙门线？是没有的。昨天光头阴线，所以收盘还在龙门线之下。所以在关键的压力位出现光头阴线，这是一个二重风险。然后它又是个黄色飘带，又是一次对于龙门线的跌破的反抽确认。所以这里呢，绝对不能说它是一个重新走牛了，当下它有可能是一个市场反抽的确认龙门线跌破，然后继续往下行。而如果这里真的是一个反抽确认跌破有效，那么下一个目标其实还是会击穿前低。它的逻辑跟我们之前的黄色飘带是一样的，只是黄色飘带是一个中期的，所以它的前低呢，一般来讲其实幅度呢也就那样。但是慢慢的推移，你会发现每次回落都打前低，它也能够跌个10%的指数的环境。那如果这一次反弹它是个中期迎接龙门线的反弹，那它就是一波下跌，再次反弹，再往下跌，更大级别的一个确认了。所以这个龙门线能不能站回是很关键的。我们看到龙门线的价格22686.73，所以这里跟我们的光头阴线的决策就重合了。这里要站稳，那么光头阴线的压力必然要突破，那么龙门线站稳，市场我们就有机会迎接一个黄金坑，是吧？那之前这个地方就有很大概率成为一个黄金坑。如果不能站稳，光头阴产生压力，那么甚至下破，那么后续呢就只能看一下有没有飘带附近的站稳机会，后再往上去看。答案呢？一旦光头阴线被跌破太深，往上这里将是一个强压力区，所以这里的光头阴线只要第一步没能突破，往后其实就很容易步步走弱，所以这是趋势反转，还差的那么一点点，就是光头阴线和龙门线要站稳。以上呢是关于光头阴线和价格趋势反转我们要去注意的事情，所以当下市场确实大幅的上涨，反弹直接吞噬之前下跌一半空间，很是强劲，但不能说明趋势的反转，还差那么一点点。希望市场后续能够走出我们所想要的那一个趋势反转行情，但如果没有出现，千万不要随意的在这个地方去盲目加仓众多也千万不要有什么踏空行情在这里去疯狂加仓，这是千万要小心的，千万不要做的。那么以上就是关于光头阴和价格趋势反转的解析，那么希望这两部分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老同学听到这里，那么阿哲希望大家能够顺便为阿哲视频点上您日常的小红心，感谢您依旧支持阿哲的创作。当然如果您的时间相对的充裕，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视频底下留下您的宝贵评论或者是建议。当然如果您是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希望大家不只是点赞和评论，如果阿哲视频对您是有帮助的，阿哲也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点击之后呢会显示一个已订阅的按钮，就说明您已经加入阿哲讲技术频道，成为订阅粉丝观众。那么未来我们可以一起学习技术分析和研究美股行情。如果您觉得阿哲视频对您很有帮助，您不想要错过未来的每一期视频和每一个观点和知识点，那您也可以在订阅阿哲后可以把这个铃铛全部点开这个铃铛那么阿哲以后的视频只要一发布，您就会立刻收到频道的通知，就不会错过每一期视频了。那么阿哲也很感谢大家首次观看视频就能够订阅阿哲频道，所以对于首次订阅同学，阿哲有一些见面礼。那么这些见面礼呢有4重福利。第一个见面礼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到的这个上海趋势图呢，是阿哲基本每一期视频都会讲到，每一个个股分析时我都会用它作为一个关键参考的，所以大家在学习阿哲视频时呢，它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的方向。阿哲后续个股解析也会频繁用到这个指标模板。
而您只要是我们的订阅粉丝同学啊，新订阅同学，您都可以找到阿哲助教去领取、去安装、去体验使用1周的时间。您也可以看一下您手中的股票目前处于什么样的趋势环境，是否还处于牛市，亦或者已经转为长期的熊市。那么现在呢，您如果订阅了阿哲，在屏幕的右上角，您可以看到一个弹窗小卡片，点击对应小卡片，那么就可以快速跳转找到阿哲的助教老师。那您跟助教老师说一下，想要安装呢这一个指标模板，他会告诉您怎么去安装，怎么去使用。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部分，叫日内的变盘点。日内变盘点呢，是阿哲每天的盘前广播当中也会去提到的。阿哲呢，除了在盘前广播会写到指数的观点以及个股的跟踪分析之外，还有一个是我们日内的变盘点。日内变盘点主要是纳斯达克指数15分钟的一个预测信息，是阿哲认为在今天盘中容易出现变盘点高低点的一个时间点。那比如说在4月7号的盘前，阿哲有给到3个变盘点，9点45分、11点半还有2点。当然这是香港时间，大家如果不在阿哲同一个时区的话，记得换算一下。那我们看一下，在4月7号的开盘9点15分第一根 K 线啊，见到了一个高点，而后下跌。那么跌到呢11点半啊，其实最低点呢是在11点15分见到，也就是说误差了15分钟一根 K 线啊，而后11点半见到了一个低点。那么在2点的时候见到了一个反弹高点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变盘时间的一个效果，就是阿哲认为当天啊容易在某些时间点遇到高低点。当然呢，这个呢有一定概率性问题，但正常来讲还是不错的啊，所以很多同学以此作为参考，做日内的买卖时也有一些帮助。如果你是做日内短线的，也可以关注这个信息。那么像昨天啊，市场呢受消息面的影响出现了大幅的波动，所以变盘点有那么一点点的错位。像10点半啊，正常应该是高点变盘，那么在昨天这里呢是略微推后了，在第一根 K 线见了高点啊，然后10点半呢是在中途，然后延续下跌。那么市场在后续反弹时呢，2点的时候见到变盘高点，然后出现了进一步的反弹高点啊，是吧？后续出现下跌。那我们看到今天的一个今天变盘点，第一个变盘点是21点的45分，也是呢今天的开盘第一根 K 线，所以大家可以做一个关注。这个变盘时间的用法，正常就是上涨遇到它，容易是一个变盘高点，大概有7、8成概率；而下跌遇到它呢，7、8成的概率是一个低点。而后剩下的那么2、3成的可能性，就有时候可能是加速点，就是可能一开始是缓跌，遇到它之后加速下跌，这个也有偶尔遇到，但是大部分情况下比较小。然后我们用这个变盘点，除了去找到它的高低点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要知道当下是做变盘低点去看多容易赚钱，还是看到变盘高点做空容易赚钱。这个点位要关注一点，就是当遇到变盘高点时，它下跌的幅度和遇到变盘低点时上涨的幅度，最好你要去看一下，比一下。我们之前多次讲到，就前期单边下跌时，我们多次讲到，就市场的低点变盘都是反弹，高点变盘都是暴跌。这个时候你去做多，做低点变盘，一般效果会很差。做空是一个顺势行为，只有市场呢开始产生低点变盘涨得多，高点变盘跌得少的时候，市场才有机会由一个空方强势转为多方强势。所以当这个11点半是一波单边上涨，而2点的时候是一个回调再次启动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是由空方强势转为多方强势。好，那么当下的市场你会看到是10点半是一个下跌，2点是一个下跌，也就是说当前变盘点倾向于下跌，所以再加上日线变盘，所以再加上日线是一个关头阴线，所以当下呢不管是日内还是日线都是要观察，而不能随便再盲目做多了。那么今天其他的变盘点呢，阿哲在计算之后，同样呢会在今天美股开盘之前写在盘前广播当中。大家如果是订阅粉丝同学，这也是一重福利，大家找到助教也可以跟他领取。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讲个股之前，阿哲呢也把这个福利，那么阿哲呢也把订阅粉丝同学的4重福利给大家去详细的说一下。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图板呢，就是我们订阅粉丝的4重好礼。只要您订阅了阿哲，那么这4重礼物找到助教都可以免费领取。第一个就是上海趋势图的1周体验权限，而后呢是刚才所讲到的盘前广播，您找到助教就可以领取到每天美股开盘之前的这个广播，里面呢会有包含个股解析、盘前的指数分析，还有一些空间点位支撑压力，以及呢时间变盘点。第3重福利和第4重福利都是我们的课程，比如说这个美股期权课，如果您对于期权也感兴趣，或者说想要去了解但不知道怎么去下手、怎么去入门的，也可以听一下。在每周呢会有4节体验课，您只要是订阅粉丝同学，那第1周呢是免费可以体验。而这4节课程当中，除了知识内容，还有具体的实战。那么像我们的
那么像阿哲团队的期权老师在最近的一波操作，那么阿哲也觉得很是厉害。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近期的美股圈跳空上涨时，那么原油呢出现了大幅的下跌。那我们的期权老师也在直播当中，也在内部直播的实战课程当中也有讲到他的账户重仓去做的一笔交易，就是原油的空单。那么大家也知道，这一个原油在最近，特别是昨天，是不是在昨天出现了盘中下跌，甚至10%以上？所以在期权的策略当中呢，那么甚至可以做到70%多的一个盈利。所以期权的策略呢，如果用好了，它其实有时候会如虎添翼。大家如果感兴趣，也可以去参与我们的这个内部的期权实战课程。而后呢，就是对于技术分析的一个学习。如果您对技术分析也感兴趣，是吧？想要对技术分析更加进阶的一个学习和如何在实战当中去应用，我们内部也同样的一周会有4节课程，分别是周2到周5早上10点期权课程呢是周2到周5的下午5点，大家根据时间可以自己去选择去学习。现在呢，在我们屏幕的右上角有一个弹窗小卡片，大家点击之后就同样可以找到助教去报名，可以去领取这4重福利。在我们视频的底下评论区，阿哲也发了一个置顶评论，里面也有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您点击链接也同样可以找到助教。这2种方式都是一样的，但前提您必须得要提前点了订阅，成为订阅粉丝同学才能够领取这4重福利。那么现在阿哲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本周的这个技术分析的一个课表。对于技术分析，我们主要讲的就是一些知识点的一个判断，比如说本周的课程主题叫做视为操盘加量时空，当然已经接近尾声了。如果您感兴趣本周的课程的话，也可以找助教去领取本周的回放。当然呢，阿哲更加建议的是，大家可以完整的参与下周的一个直播。我们今天报名的，你可以去参与下周周2到周5的直播课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第2部分个股解析。对于指数环境，大家应该都有所明白了。那么个股怎么去看呢？每只个股又有所不同。有些股票虽然指数目前的环境不太好，但它可能刚刚出现买点。所以有些股票呢，可能之前指数哪怕有买点，有做多点，但阿哲可能也没有去标记特别好的买点。所以对于技术面来看，不是说每只股票都可以买和卖，所以我们具体单独的去讲一讲。好，第一个是特斯拉，其实我们讲的比较多。基本每期视频也会讲到，特别是重点讲到，但它最近表现确实很一般。它在补了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启动缺口之后有反应，但是这个反应你如果没有把握及时左侧买和左侧卖的话，其实这个也没什么用，它反弹太弱了，持续性太差了。昨天呢，一个高开之后立马就回落了，在7巨头当中，它算是最软了现在。所以这个缺口不一定撑得住，因为多头虽然有反攻，但是空方还是很牛。所以这种情况下，它连上方这个缺口都不一定补得了。这个导停缺口保持了1周了，所以它是一个有效的压力。后续一旦靠近这个压力，其实还是要小心的，做多的同学。所以当前这个地方就千万要小心，只能左侧去看。就你左侧买左侧卖还行，右侧的话，我们真的要说一下趋势的反转再去看。目前这里就是左侧布局，但必须要知道是胜率是不高的，因为目前趋势太强。如果这个缺口被跌穿，它的多头反攻如果真的结束了，那往下就必须要看到这个低点了。这个低点和我们之前所讲的通道线，它呢差不多是共振的，这里可以作为另外一个反弹的点位。而这个低点如果也撑不住的话，那真的是拜拜了。后续呢，哪怕有反弹，基本上也很大概率就是一个很长时间的熊市行情。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上海趋势图。目前我们所看的是特斯拉的一个图表，特斯拉的这一个缺口基本上就是完全回补了，然后它的一个龙门线是不是已经跌穿了？也就是说，对于龙门线呢，它已经形成了一个第一次下破但是它还没有出现一个反抽但不是说每一个股票跌破这一个龙门线都会反抽，只是说大概率事件而已。所以当一波当边下跌，跌久了，它自然会有一个相对之前当边下跌的中期反弹。但是特斯拉呢，你也不知道它中期反弹会到底什么时候出现，但一旦出现的话，它必然不是现在这么走弱的一个情况所以应该还没有到位，有可能真的是要打到前面那个低点才有机会产生这种中期以上的反弹。而现在它其实依旧是一个中期的下跌并没有产生中期反弹，这其中所产生的每一波反弹都只是短期反弹。那么市场如果要产生中期反弹，它必然有一个行为，就是它会去破这个飘带，这个飘带不击穿，那每一次呢都只能算是日内，或者说它是一个小级别的短线的一个反弹而已。这个飘带非常稳定，所以只要这个飘带呢稳固形成，那么这个中期下跌趋势就还是保持。所以对于抄底特斯拉的同学，如果你是之前就抄底，或者说现在抄底，其实你都只能算左侧抄底。左侧抄底它的一个特征我们说过了，就它有机会买到低点，但是它的特点在于它的胜率一般是不高的。所以很多左侧抄底的同学，一般你要做好准备，就是它买了之后还会跌，那你要做好仓位的分配，然后找到足够低的位置
先清仓买入，而后在足够低的位置，如果还跌的话呢，再去慢慢的中等仓位以及更大仓位留到后面去买入，这种呢会相对好一点，它会给你到3到4次的机会，就胜率低呢也有机会让你在更低的位置买入更多的仓位，而后遇到那次成功啊。所以我们左侧呢就相对对于资金的考虑，对于仓位分配，对于技术来讲要求会更大。如果是右侧的话，我们其实就等什么？等飘带转为紫色，然后做回调买点一般它会更加容易买入上涨，就是它不一定会涨很多，但至少它比你在黄色带买很好。紫色带出现时，你就做回调买点就行了。如果是黄色带就小心，转紫色带我右侧买是吧？左侧可能在这附近我就抄底了，但它有可能继续下跌是吧？右侧呢就是我不在这种地方去抄底，我不看好它，我等它确实涨上来了，连阳了是吧？好，这个时候回调时我再去买，我赚的是少，但是我不用扛继续下跌的风险，大概率这个地方我也能够是一个小止损，跌了我就损掉，不然的话我就做一波再次的冲高。所以左侧他们有不同的一个风格，所以这个地方如果去抄底就偏左侧，你要做好下跌买进加上的一个准备。右侧就等趋势的反转，飘带的转色，而后以龙门线可能作为下一个目标。当然现在的话右侧的空间是不大的，因为它还是比较近的，所以进一步下跌之后再转会更好，那样的话空间会更大一点，但都只是反弹而已。看到周线上呢，它当下还是一个下跌，周线走到这里，它其实是九转之后走到9后13的第7根，离13呢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当下这个地方虽然有蓝 K 超跌，周线超跌，但它一直没有反包，一直没有明确止跌，所以才会那么弱势。最好就是先观看一下周线能不能止跌，周线止跌再做日线买点，会是一个更好的决策。而如果周线不止跌，日线你看到小低点，看到底分型就买，很多时候可能就是连续下跌的一个反弹而已。然后目前短期关注上方的重要压力就是这个倒形或者说叫双升缺口这个地方一旦被触碰，很容易呢又有空方进场，所以它这个地方的反转是困难重重。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个股票是英伟达。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一个图表，英伟达呢在一波加速的上涨后是不是走了一个黄金坑我们之前说这个破位如果快速回归反抽那么是有机会出现黄金坑的。但这黄金坑呢，它只是一个小的反弹，或者说中期反弹的概率比较大，但它并不改变趋势，因为它其实只是震荡，只是说这个跌破没有成功，但它还是在一个震荡区间。所以震荡区间走到这里呢，要小心一个压力位是之前的这个长上影线。只要流过长上影线，那基本上都可以当做是一个重要的套牢区域你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套牢盘。我们举一个例子当然下影线也一样，就下影线出现之后快速上涨，这个地方其实可以认为有人在这里等待再次的买入，所以一般回补影线的地方容易出现再次的上涨。比如说这里出现了上影线，而后第二天立马快速下跌的，这种一般就会有套牢盘产生了再次反抽容易有人在这里解套，而后卖盘会出现，如果继续下跌这种情况下就容易形成高点。所以当前也是一样的，你要小心的是像这种上影线出现之后快速下跌的行情，反弹一波再出现上影线之后快速下跌的行情，所以当下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地方的影线区间是之前的套牢区域，那么股价靠近它就容易有抛售有抛盘，它其实目前还是走一个下行的通道，所以这个地方出现跳空缺口到这附近就容易让一波人解套，所以如果没有强烈的买盘，基本这个地方将会形成一个抛压区，就不容易过。所以如果你是做反弹做到这个地方，其实它已经可以作为高抛的一个区域，事实上到这里那你应该去高抛，而不是在这里加仓，除非它能够快速收阳过，那我可以看到下一个影线的高抛区间，所以这里要小心。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到它的一个上影趋势图，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图表，你会看到它其实也来到了一个黄色 K 线，就是震荡行情呢，黄 K 它的效果一般就好很多，因为震荡行情本身就适合做超买超卖，所以当市场超卖的时候，蓝 K 那么就看涨，黄 K 市场有风险，所以这两个黄 K 就告诉你市场超买了，蓝 K 反弹，黄 K 呢到这里有风险了，有风险的就是左侧和右侧的问题。如果做右侧，那你就拿破位再卖左侧的话看到它就可以卖了，那其实左侧到这里有压力，有龙门线，所以这里左侧其实开始就可以逐渐高抛，右侧呢就等待一根阴线下破再去卖。我们像英伟达的一个龙门线，它是在 182.924，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下一只标的是比特币。目前我们所看的是比特币的一个行情，比特币呢其实还是在走震荡，就不管它在这中间再怎么收出长阳线、长阴线，它还是在震荡，它的周线还是在一个运线当中，运线的中轴，所以它这里走的比较复杂，又跌不深涨呢其实也很容易遇到高点。那当前的一个压力呢来自于左高，我们之前讲过它这个结构不太好，就它走了一个向上，它是一个运线内的结构，所以它算是一个小的结构，大家可以看一下，所以它就走了这么一个行为。
而后这里是一个压力区间，所以股价打到这里，如果你发现它是一个加速打到这里，你就不要在这里追了。一旦追，它是一个震荡行情，本身就有空间受限，一走出长阳线追反而是风险，你还不如等它阴线下落之后再去看机会。你连接一下之前的这个类似颈线的地方，它如果突破回踩不跌漏，在这里再次有止跌的现象，你再去看它能够对于这个压力的突破，而后再看左边这个影线，这个其实就是它的一个压力区间。这里如果一旦再产生明显的阴线的话，那没办法的话，就是这么去看，就这个地方一旦有明显的破阴线，再把之前的这个颈线点给击穿，那么我们就可以做一波空单。当然，这个地方是大家可以考虑，就是有这么个技术面的表现，就一旦破位阴线再产生，反抽不过，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有一个空单机会，市场呢容易去破颈线的下沿，止损呢你就可以放在之前这个高点上方一点点，差不多就可以做一个大概承受一份风险，博弈呢还是不错的，这个盈亏比还是挺好的。当然，这里如果没有破阴线，那就要防范它要去击穿上方的这个高点但击穿之后，其实它也会面临这个下行的一个通道的压力，还有运线的上沿压力，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就每走一步呢，它容易调。一旦有阳线拉上去，那么不要追涨，而应该是获利兑现的时刻。还在这个震荡区间之内呢，就以震荡为主，不要呢做太过于激进的追涨行为，这是对于比特币目前的一个看法。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第三部分的标的比较多。阿哲呢讲到第一只股票是 Call 位，那目前我们所看的是 Call 位的图表Call 位其实它在回补一个上方的缺口，这个大缺口。当然，对于这个回补呢，它其实还是偏行情，就震荡行情呢，它的特点就是上下缺口都容易被回补所以当时这个地方的下缺口是被补掉了，补掉之后呢，出现了多头力量往上补上缺口。但如果它还是一个震荡行情的话，一旦上缺口补掉，那么它这里其实就是一个容易形成震荡高点的一个行情所以当下虽然它没有跟英伟达一样出现黄色 K 线，但它已经是在缺口的压力这里出现了冲高回落，它呢也是一个风险点。然后关注一下底下有一个缺口，顶上有一个缺口，如果这个缺口不补，那这里就很强，那说明了这个缺口之上把上缺口补了，就说明多方是比空方强。那么只要这个缺口一天不补，那么后续都可以寻找买点。而这里如果遇到上缺口，快速把下缺口给补掉，就说明空方依旧占据优势或多空平衡，那么这里就还是容易走震荡，它就不容易把这个龙门线给击穿。龙门线现在就还在往下走，龙门线的一个压力是97.853，当前是在一个震荡结构当中，龙门线在靠近，但龙门线目前是一次都没有突破过是吧？所以它这附近都是一些压力位置，都不是一些能够加仓追涨的点你至少要等它过去是吧？我们才是比较好去做加仓的。下方的一个缺口的上沿是下方的缺口，它的回补是要看一下85.3这个价位。下只股票呢，我们来看到谷歌，谷歌的话就是连续的上涨。我们之前在这里出现了龙门线回踩，是不是说它是一个中期底部的特征？就回踩，而后有反包，强势底分型，百 K 突破，它有很多的这个技术面的一个买点产生，所以当时这里开始关注。市场走势，如果它的龙门线是一直向上，而后市场在反转之后一直没有回踩过的，首次回踩龙门线，它一般是存在高概率的一些低买的机会，至少这一次是吧又成功了。所以龙门线出现的位置在日线上，一旦首次回踩，那么有止跌行为出现，基本上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博弈点。从周线来看呢，你会发现这一波强势上涨是一个周线九转而后快速止跌阳线，所以这一周它不要回落太多。我们现在还有2个交易日，它不要回落太多，保持这个强势的周线底分型那么就很漂亮。那么谷歌呢，在后续回落的时候，依旧还能够去找做多机会。这个地方的中期底部基本是确认的，价格回落要么是飘带，要么是龙门线，调到浅一点就飘带深一点就龙门线，在这附近再找机会。当前是左侧获利兑现的地方，你可以留有一部分底仓但是它一旦有收阴线明显破位的话，就依旧要减仓。左侧开始减，右侧可以等阴线。然后看一下这一个飘带的支撑是298.084正常这波回落它应该会转为紫色飘带。龙门线的话呢是281.917所以这是要去关注。大家如果是今天刚刚订阅阿哲的同学，但您如果还没有安装上我们的上海趋势图的话，那么都可以呢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当中找到助教，然后去安装这个上海趋势图。您看一下您手中的股票是否有出现蓝 K 白 K， 如果有，那么看一下有没有买点。有的话呢，基本上都算是一些短期可以博弈的点
所以如果还没有安装的啊，尽快呢在订阅阿哲之后可以找助教去安装。不过目前的谷歌呢，它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压力区间的，因为当时这里是走了一个类似于震荡的中轴，或者说叫中枢，所以价格呢第一次把它给突破了，那么这里一般会有一个回拉回撤的动作啊，所以在这个附近再找买点其实是 OK 的。而后我们要预防的其实是对于指数它的一个影响，指数如果这个附近的光头阴线真的是比较大的一个影响的话，它的回撤可能会大一点。所以当下呢就是右侧已经开始注意风险的出现啊，开始直接左侧高抛就行。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甲骨文，甲骨文的话就还是保持弱势吧。你看指数都那么大幅度的上涨反弹了，它都修复了一半的下跌跌幅，但是很多股票还是只是高开低走，基本上都没有怎么参与到这种利润，所以很多市场就是弱势的股票呢，哪怕指数反弹，我们也不太好随便去做。所以甲骨文当时的反弹，我们一般就是先定义到黄色飘带，到黄带附近其实空间就有限，弱势股票哪怕指数那么大幅的上涨，它也只是参与一个开盘而已。所以当下的这个甲骨文从周线来看，虽然在龙门线附近，但是它没有特别好的止跌动作，白 K 出现了，但一直是运线，一直没有突破。所以这种股票就是震荡，但是机会不多，至少资金还没有明显的进场行为，我们就最多来做关注而已。看到飘带的上沿压力，它是150.833，目前冲高回落收阴线，这是不好的现象啊，说明呢这个压力比较有效，要预防再次的破底行为。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MSTR。MSTR 是不是也一样的？回补一个缺口，立马收阴回落，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说明空方很强。那么这里回落之后，如果形成顶分型，那么这个缺口的回补就说明空方它依旧占据主导优势。这种多头回补见低点，空头回补如果见高点，那基本就是还是多空之间存在博弈，空方又是黄色飘带，就还是比较强势啊。所以当下高开低走，这样是一个假阴线，但已经开始有所走弱。我们要看一下这个能不能快速站到这个缺口之上。如果可以的话，那就说明多方还是不错的，那个时候可以延续看涨，否则的话这个地方就不太好。我们看一下缺口的一个上沿是多少，缺口的上沿呢是132.61，然后飘带的这个压力上沿是136.308，它进入到了一个压力区间，然后开始走弱。我们看到下只股票是微软，微软是不是也是高开低走，然后它的一个开盘价和它的最高价接近相等，但是还是有那么一些差别，所以它不是一个很标准的光头阴线，差了那么0.02，所以不是标准的光头阴线，但也很大概率也说明这个地方压力是有效的。不过微软的好处在于它只是短期走弱，在周线上呢还是认为的这个地方是一个中期的支撑区域，又是在龙门线附近，所以它有可能是一个假跌破而快速的回归，所以周线上阿哲的预期是这么去看的。那么在日线上它有一些走弱行为，就还算是预期之内可以接受的，因为它目前是左侧抄底的区间，右侧还没有买点。左侧呢是有一个白色 K 线的仿包，是吧？所以左侧买点有一笔，但右侧呢目前是还没有转为飘带，所以右侧要么是二次回踩不破白 K， 找再次的仿包阳线作为左侧的第二次买点啊。如果它不回踩那么深，那就等待突破飘带之后，飘带上走支撑买点。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AVGO， 普通的话连续上冲突破了龙门线，那这个呢其实就算是比较强势的了，因为它短期开始是走震荡，震荡之后也是跟英伟达一样破了一下前低，然后走出上涨，但它比指数等等的都要好的一点是它站到了龙门线之上，当然它不是第一次了，之前这些地方也站上去了，站上去之后一般要看2天是否能站稳啊，就第一天然后站上，第二天后续回落不要破这个地方才开始能够配合紫色飘带转向上，就跟 MD 一样。等一下讲到 MD 的话呢，大家就知道了，就什么状态会更好一点。博通呢，就目前类似于有可能走 MD 的一个趋势，就得要先站稳龙门线，而后飘带转为紫色，那么趋势呢就能够向上推动，去看上方的一个缺口和前高。所以当前呢，看一下龙门线的一个支撑336.71，看一下会不会快速的又跌破，又跌破就不太好。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AMD 的话，它是不是就是之前在龙门线这里在震荡，然后震荡之后呢，价格开始有紫色飘带啊，而后出现了运线上破。我们在盘前广播当中是不是讲到了啊？它的运线上破又是紫色飘带，所以可以看涨。那么当下呢，又是一个回补缺口，补完缺口没有完全补掉，还差一点点。在补缺口时出现了一个黄色 K 线，黄 K 上升就说明它是一个过热了，超买了。所以这里要小心一根阴线的出现，阴线一旦出现仿包，那么一定要开始止盈啊！如果是左侧的话，其实开始止盈都可以了，缺口出现黄 K 止盈就行了，或者左侧高抛就行了。然后飘带找支撑，再看下一次买点。飘带的话是210.158，有时候就是看一下，就像这些地方，就是左侧出现
黄 K 你就开始可以左侧高抛，这高抛，右侧的话你等阴线跌破再卖，其实有时候没有说差很多。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 HOD 也是高开低走，但它的高开幅度还是比较大的，回落时呢也还是有缺口出现，所以这个地方看一下它会不会再收一根阴线把缺口回补。如果缺口快速回补，说明目前这个空方还是强啊，缺口不补才是多方走强的第一个步骤，或缺口补完立刻见低点上涨为多头的一个信号。当下还没有，所以当前呢，它的一个周线也可以看得出来，久涨归久涨，下跌衰竭归衰竭，但依旧还没有出现蓝 K 消失反包。本周这样涨还没有反包，那其实接下来的交易日就很难去反包了。所以目前还是一个超跌，但是未止跌的状态。黄 K 的一个压力，目前高位上沿是在73.496，下沿是在70.523，再次收阴线跌破下沿，那么说明这个地方反弹结束。我们来看到下只股票。昨天出现大幅高开低走补缺口的都是要小心了，容易走空的，特别是那种跌破飘带的。所以 APP 呢是冲高回落，把缺口补了，立马出现一个负阴线，乌云盖顶，而后跌破飘带下沿。所以当前这种形态，包括 PRT 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不太好，因为压力出现这种负阴线、乌云盖顶它其实就说明一个压力特别有效，空方特别强势，就很容易呢走黄色飘带的延续。黄飘带一旦延续，就说明它容易破左侧的低点，所以这种黄飘带延续之后，它破左低的概率会变大一些，这种就要小心一点。所以目前我们看一下它是二次回踩还是破底。二次回踩的话呢，飘带还是作为压力，我们看一下飘带压力，它的下沿是411.307，上沿呢是439.321。我们看到下只股票是半导体3倍做多，这个股它已经是突破了这个飘带，而后突破了3天，所以我们说飘带突破，如果2天过后还能继续涨，基本上它就能够定义为飘带突破有效。而后它这个缺口还很大，昨天呢还是收了一根阳线，涨幅呢19.36%，所以这一波行情走势基本上把之前的这种下跌给扭转了，是比指数更能够定义为它是一个趋势的反转。从周线上也可以看到市场呢是走了一个周线的下跌，而后蓝 K 目前是反包，所以这里就可以定义为一波趋势继续的看涨。之前周线的9后13已经调整完数，目前就是看涨，但这个看涨呢尽可能不要追涨等待它在周线强势底分型之后寻找的二次回踩买点可能会更好。追涨的话，这个买点它的一个盈亏比不好算，最好等待二次回踩，在飘带附近或者说缺口回补的时候找到二次止跌会更好。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Circle当前呢只能说是左侧埋伏区间，右侧的话呢遇到飘带和龙门线还是有压力的。那么像 Circle 就属于一个趋势的反转，但是龙门线没站稳，只是它也上涨了一段时间，所以这个地方可以反过来看，它有可能是一个中期反弹结束，所以这里我们只能说做一个左侧的埋伏如果要到右侧去找买点，就必须要站回龙门线，而后回踩而后再去这么去看它是一个反转的成功。所以当下的一个格局呢，如果是做右侧想要确认趋势反转的，这个地方就最好不要买太多仓位，因为它已经碰到飘带走冲高回落我们左侧的话呢就以支撑为主，77.80作为左侧支撑，在这之上，在9号 K 线这个区间之内去找二次回踩，这附近就是一个左侧的埋伏区。但埋伏区的话尽可能不要买多，我们如果有10成的仓位，当然阿哲这里是假如就是你做的这股票可能要花多少钱，然后你把这10成的买入呢分左和右然后你左侧可以花多少，右侧呢可以花多少左侧你可能就占个3到4成了3到4成已经算很多了右侧呢可能就是6到7成这种情况下，我等到右侧去布局后续的这个6、7成，然后左侧呢这附近可能就放个3成最多不超过4成而后防守位要设置好，因为它这里有一个缺口，又有一个支撑，所以这个地方的左侧交易机会还是比较明确。如果你是相对仓位控制好一点，往下跌的时候看一下缺口附近的支撑，如果这里是出现长线影线吃破，这个地方的支撑是可以允许被略微跌破的，但下方缺口一定要快速的是止跌的，那个时候其实可以作为左侧的加仓点。所以这附近呢是左侧的埋伏区，右侧的话呢就等待龙门线的站上和止跌有效，左侧是在这附近，以缺口低点被快速跌破，这是作为左侧最后的止损。那一般不建议放那么大，如果正常的话，你把77.80作为防守，跌破之后先走，再看缺口做左侧，其实是比较安全的，不要放那么大的一个止损。我们看一下龙门线的支撑，我们看一下龙门线的压力是103.782，这个飘带的上沿是111.180，目前这里是一个反弹的压力区。从周线来看呢，这里其实也是个反弹区间因为它这里是一波连阳的周线上涨，而后回踩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是一个转为紫色飘带
啊，所以可以这么去预期看一下周线的一个行情。周线呢是看到止跌上涨，但是它的力度毕竟还不强嘛，所以日线上最好能够过那个压力位，那么就更好了。现在这个股我们来看到 Meta 的行情结构，因为一些消息面的影响，是不是也出现了大幅的上涨？然后它其实也是低位出现了运线的上破，有缺口，然后上行，目前是来到了2个缺口都被回补，所以这个地方又是突破了飘带，整体反弹是强势的。但这种强势反弹一般过了飘带就开始数时间，我们正常要看2天，突破的第1天、突破第2天一般容易见到衰竭点，衰竭的话就小心是反弹高点啊，就类似于这里，就突破的第1天、第2天如果就开始走弱，这种就容易见到反弹的高点。要特别小心，有时候呢，它如果是空方趋势下，它突破飘带可能可以走2天还能够突破，那这里一般就看龙门线，龙门线突破也是看2天，2天一到如果走弱，那就小心是龙门线的突破无效啊。所以如果这个地方突破2天还不走弱，能够有支撑，那往上可以看龙门线的一个空间，一步一步空方趋势往上推，因为本身就空方比较强势嘛。现在这个股我们来看到 OKO 整体还是一个黄色下跌趋势，整体来讲就是比较的稳定的下跌。之前呢碰到了前面的这个向上的跳空缺口，比如说止跌出现了略微的反弹，但反弹力度不强啊，所以在最近呢也是一般般，走出了略微的倒型反转，但这个缺口太小了，所以这个力度一般，很容易被回补。目前飘带呢也是触碰而已，所以很一般啊，多头呢也没有什么反应，所以不作为做多的首入选标的啊。白 K 呢也没有突破，它的下沿呢是56点，它的下沿呢是51.341，上沿是56.503。我们来看到下只个股是 PLTR 是不是跟 APP 差不多？而价格出现了明显的跳空上涨，补了缺口，立马下跌啊，破了飘带，所以它也是个复阴线，乌云盖顶，这种就是不好的一个表现。当下呢是偏空，容易击穿左低，除非2次回踩止跌往上破飘带才有机会啊，否则这一波就意味着它已经走弱，飘带是跌破有效，然后这里黄飘带成为压力啊，所以这是一个趋势不太好的表现，我们要小心这种股价的走势。下一个是 Coin 是一样的，跌破了紫色飘带，反抽黄色飘带，有明显压力回落，但是它不是复阴线，所以它的风险性呢比 APP 和 PLTR 相对来讲小一点点，但是也不好看，补了缺口立马收阴线，跌破都是偏弱的，比昨天收阳线的那些要弱很多。所以昨天收阴下跌的那种基本上就不太好，昨天还能够勉强收阳线保持缺口的，都是后面可以去关注一下的。我们再看到下一个是美光是不是就是收了一个阳线，目前有个缺口啊，所以整体来讲属于超出意外的这种强势，但依旧难改它是一个破位之后的反抽，因为它目前是破了飘带第1天、第2天要小心它的压力走弱，就容易出现不太好的现象，所以整体阿哲还是看得比较多的还是闪迪，所以我们的盘前广播写的闪迪比较多啊，像闪迪已经新高了，美光呢其实这一波还只是一个破位之后的反抽，目前依旧是反弹啊，所以1根2根走弱，这个地方它反而是一个再次容易破底的这种行情，毕竟还是个黄色飘带，当前呢依旧看的是什么下跌反弹，除非2号 K 线出现还能继续上涨，那么缺口不补，股价回踩，后续可以看一波再往上补这个缺口，但如果第2根出现就走弱，往下把缺口补了，那基本上就容易再次新低了。现在这股票我们再看到亚马逊亚马逊的话走的是一个震荡，然后它已经开始准备补上门缺口了，但这个缺口呢还没能够开始回补，已经碰到龙门线，走出黄色 K 线有压力，黄 K 出现又是龙门线，所以左侧开始到止盈点啊，如果你前面是运线上坡有做买点的话，在这里开始黄 K 开始是分批止盈，右侧的话等收阴线跌破再看这个回落，然后开始转为紫色飘带，但飘带呢因为它是震荡嘛，所以飘带的作用目前还没有体现，除非后续可以发上，它这里走震荡才可以，如果快速下跌破飘带，那其实就还是震荡趋势。飘带目前的价格呢是在210.076，龙门线呢是在224.84目前在这个空间走的是一个震荡行情。周线的话它也碰到了飘带，所以周线触及到日线的龙门线，同时它也是周线的飘带上沿，价格呢在225.851，这是一个相对的压力区。那么以上就是4月9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